纵绝以示进攻，以求得时。纵绝专攻气势和局势，追求致命一击的机会，这就是纵绝之根本。萧炎闭上眼睛，感受着体内的力量正在悄然的运转，他仿佛能听到横与纵之间的摩擦细微声响，那是他内心深处对纵横诀的呼唤。萧炎凝神静气，他的神火横骨尺在被紧握在手中，其上折射出无比刺眼的火芒。他的大道神力运转，如同潮水般汇聚于掌中的神火横骨尺上，那尺身光滑灿烂，似有古朴纹路在表面游走，仿佛记载着无尽岁月的烙印。随着他的纵之法悄然运转，体内力量如同觉醒的巨龙，蠢蠢欲动。耳边似乎响起了纵横诀的低语，那是萧炎多年来修行的精髓所在，如今终于到了施展的时刻。纵横诀，纵灭天下。萧炎的声音斩钉截铁，伴随着他话语的落下，他体内的那股纵之法如同脱弦之箭般爆发而出，瞬间吞噬了四周的空间。灵动和沐尘的目光紧紧注视着萧炎的身影，他们的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仿佛目睹了不可思议的力量觉醒。好强大的压迫感和破坏力，这就是纵绝之法。即便强如灵动和沐尘这能大道主神，都在这一瞬间感受到了来自萧炎身上恐怖压迫感。整个空间在这股纵势的爆发下变得扭曲起来，空间仿佛被拉长，又瞬间被压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强烈的能量波动，连天地都在为萧炎的这股力量而震动起伏。萧炎的身形在耀眼的光芒中逐渐消散，仿佛与天地合二为一。这道光芒如同汇聚了纵横绝之精华，散发出天地的力量。它并非刺目的白昼，而是深邃如星辰的光华，既温暖又冰冷，让人感到一种超脱尘世的不同寻常的感受。随着萧炎身体的消失，那道绚丽的纵神尺应声而出，它凝聚着纵世的精华，出现在虚无的空间之中。它的出现让原本震动起伏的空间出现了崩溃的趋势，宛如纵绝的力量正在勾勒这片空间的新轮廓。这是何等神技，竟能撼动天地，并且专攻我的气势和局势，造成对我的致命一击。神魂体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恐怖力量，眼中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他的身躯不由自主的后退，感受到那道巨神尺中蕴含的毁灭性力量。他知道，这一击若是落在自己身上，轻则重伤，重则神魂道消。该死，绝不能让对方施展这一招。神魂体毫不犹豫地催动了自己最强的神技功法，黑气如同潮水一般从他的红色眼睛中涌出，然后在他的上空凝聚成一道巨大的黑色手爪。这只黑色手爪上布满了诡异的符文，透出一种摄人心魄的恐怖气息。黑色的手爪如同穿梭虚空的利刃，轻易撕裂了周遭的一切，其中散发出诡异的恐怖力量，即便是大道主神的大能者也要避之锋芒。然而在萧炎的眼中却闪烁着火热兴奋的光芒，他全身的力量如同被点燃的火药，瞬间爆发到了极限。纵神尺仿若连接天地的神器，挥洒出一道道璀璨至极的玄妙光华，蕴含着天地间最玄妙的天地道法。随着他每一个动作的挥洒，这片天地为他主宰，并且与纵神尺发生了完美的共鸣。萧炎此刻的每一次呼吸都似乎在与天地同步，将天地中的道法全部吸纳，转化为自己力量的一部分。就在这一刻，黑色的手爪终于降临，带着毁灭一切的威势，与萧炎的纵神尺碰撞在了一起。轰隆！瞬间，整颗星球都为之颤抖，一股无法形容的冲击波横扫了这个洞穴空间，将一切挡在面前的事物统统摧毁。洞穴空间上出现裂缝，如同蜘蛛网一般蔓延开来，伴随着咔嚓一声空间碎裂。然而在这毁灭的景象中，萧炎却如同一座岿然不动的山峰，他的身影在强光中显得愈发清晰。他面无表情，但那双眼中燃烧的战意，他就是天地主宰，在这片天地中，所有的道法皆为他所用。这里的空间被摧毁了。灵动与沐尘脸色微变，眼见着四周的空间尽数崩塌碎裂，缝隙中透出的光芒愈发刺眼。他们深知这个洞穴空间恐怕很快就会不复存在。果不其然，随着一声巨响，宛如雷霆爆炸，洞穴的顶部伴随着无数碎石的坠落，仿佛天塌地陷一般。两人几乎是凭着本能一跃而出，身形在洞口一闪而逝。旋即，他们的身影出现在了洞穴之外的虚空之上。他们回望那片被摧毁的废墟，只见原本坚实的洞穴空间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狼藉的毁灭气息。空气中依旧弥漫着那令人胆寒的冲击波，还在不断向外扩散，就连他们脚下方的地面都在剧烈的颤抖。好恐怖的纵绝力量，与横绝不同，纵绝追求更极致的致命一击。灵动和沐尘两人的目光中都流露出了无法掩饰的震惊，他们从未想象过纵绝的力量竟能强大到这种程度，竟然能在一瞬间毁灭万里之内的一切万物。而且在刚才的对决中，那道黑色的手爪在纵神尺极致致命一击下，就如同脆弱的纸张一般，轻易的被击溃，就连神魂体也在难以置信的神情下被纵神尺所击穿。但萧炎并没有杀死他，因为对方似乎知道了很多秘密。
随着能量的逐渐消散，突然一道耀眼的光芒从废墟中迸发而出，犹如晨曦初照，驱散了所有的黑暗。光芒之中，萧炎的身影渐渐清晰，他一身黑袍随风飘动，面无表情，但那散发出的气息却让人不敢直视。灵动沐尘目光如炬，紧紧盯着萧炎手中抓着一道重伤的神魂体。那道神魂体扭曲着模糊的身影，神魂力量也比刚刚削弱了很多。萧炎的手掌中的那道神魂体开始全力挣扎着，却无法逃脱。就在灵动沐尘以为萧炎将要终结这道神魂体之时，萧炎却突然松开了手。灵动和沐尘心中一紧，不明白为何萧炎没有选择立刻了结这个敌人。此时，就连神魂体显得都有些吃惊，他望着萧炎，颤声问道：“你怎么不杀死我？”萧炎淡淡一笑，他的目光如同刀锋一般锐利。因为我发现刚刚那股杀意并不是你本身的意念，而且我还有问题要问你。你说神藏很危险，要我们离开，在这神藏中究竟隐藏着什么东西？你可否告知？闻言，神魂体感到吃惊，没想到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被发现了刚刚那股意念并非是自己的本事。此时，神魂体自身的意识逐渐的清晰，他意识到自己如今只是神魂体，也不是萧炎的对手，身体微微颤抖，声音带着一丝不确定的口吻询问着萧炎他们来自的身份。你们是近来神藏的大能者？萧炎点点头，而神魂体见此也确认了萧炎、灵动、沐尘三人的身份。然后他似乎在回忆着什么，他的身影开始变得透明，仿佛随时会消散在这片天地中。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凄凉与悲痛。我曾是这颗星球的守护神，但在一场意外中，我被一股诡异的力量侵蚀，变成了如今这副模样。当年我与其他数十位大道主神，他们也是其他星球上的守护神，一同前往神藏的深处时，突发一场大变故。前往那里的所有守护神皆是道体破碎，神魂俱灭，而我是唯一幸运者。他们拼尽一切，助我逃离那恐怖的神藏深处之地。虽然我最后成功的逃离出来，可是我的道体依旧破碎，只剩下这一道神魂回到了自己的这颗星球上。然而，在后来我发现自己的神魂早已经被那神藏深处的诡异力量所侵蚀。经过长时间的吞噬，我的神魂几乎被诡异的力量占据了自己的意识。所以刚刚之所以对你们出手，就是因为我体内的那股诡异力量占据了我的意识。他的声音沙哑低沉，似乎带着无尽的疲惫。萧炎他们这才知道了眼前这位神魂体的身份，原来他是这颗星球上的守护神。只是让他们非常震惊的是，为何连一位如此强大力量的守护神都会被神藏深处的诡异力量所侵蚀？神魂体自然看出了萧炎、灵动、沐尘三人此时脸上露出的那道疑惑之色，他便是解释起来：在神藏的深处隐藏着未知的巨大危险，那是连我们大道巅峰主神和大道极限主神都不敢轻易涉足的恐怖之地。恐怖之地。灵动、沐尘和萧炎对视一眼，从对方的眼神中读到了相同的讯息。看来在这神藏中存在的秘密远超他们的想象。没错，神藏并非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来到这里的所有强者、神灵大能道，最后都会与我一样，甚至比我还要惨。神魂体再次想起自己的遭遇时，心中的那一份恐惧情绪开始悄然地蔓延他的全身上下。那个恐怖之地中有什么？为什么能够击杀大道主神的大能者们？萧炎三人感到无比的震惊。大道主神乃是如今大咒中都是少见的强大存在，而且大道主神都是拥有着大咒的玄妙道义力量，一挥手都是能够让一个大界都承受不住大道之法的毁灭威压。你们没有见过那种场面，体会不到当时在我眼前发生的那一切让我毕生难忘的恐怖。不要说大道主神，即便是造化主神，在当时那个场景都会感到前所未有的绝对恐怖压迫。此话一出，顿时间让萧炎、灵动、沐尘三人的背后都是一凉，连造化主神都会感到恐怖压迫的场景，他们三人对于神藏深处的秘密愈发的感到好奇与疑惑。然而，就在神魂体刚想说出神藏中不为人知的秘密时，在那个瞬间，神魂体的那一只红色眼睛如同深渊中的一抹幽光，此刻却开始泛起层层黑雾，那黑气如同活物一般，丝丝缕缕地蠕动着，渐渐地侵蚀着他的视线。而神魂体也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恐惧力量，正试图吞噬他的最后仅剩的意识。他发起全力的反抗，却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深不见底的黑暗之中，无法挣扎，无法逃脱。